中华田园基督徒为什么进不了天堂啊？大家知道，在海外有一个词儿叫中华田园鸡啊，这中华田园鸡是因为有一种狗叫中华田园犬啊，就是咱们的大黄四眼狗啊，农村都见过，山河四省满街都是，农村满街都串，不挑食啊，守门好，忠心护主，而且抗病力强啊，这就叫中华田园犬，俗称大黄。然后呢，就有海外的这些有才华的人呢，就把基督徒呢，就是中国人的基督徒呢，命名为中华田园鸡啊，中华田园鸡就这么来的，中华田园基督徒，你这就非常形象，就是基督徒，大家知道基督教的基础是爱啊，是博爱，这是基督的基础啊，耶稣基督的基础，但是呢，中华田园基督徒嘴上是爱的，心里边充满了恨啊，充满了恨，所以呢，这个充满了自私自利，就是中国的那个小农意识，在中华田园基督徒这个圈子里非常的常见啊。我不是说每一个都是啊，我不是说每一个教会都是，我相信有真的教会，有真的基督徒，但是大部分啊，就我身边的这些啊常见的中华田园基督徒的比例非常之高啊，言必称基督的基本上都是中华田园基。那么这里边呢，就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这个观众给我来信了，说王教主好啊，他是我从小啊西班牙的啊，叫德拉库拉迪卡斯蒂罗啊，我也不是卡斯蒂罗啊，迪卡斯蒂罗啊，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啊。王教主好，我从小就喜欢玄学神秘学，自从半个月前在微信公众号刷到您的视频，就一刷不可收拾。我操，那不是我呀，我也不知道是谁他妈的啊！好了，追到油管才发现您这么有趣的话题我都聊啊，令我受益颇多。我八字一般，现实生活中可遇不到像您这样又有趣又有智慧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又有趣又有智慧的人一般都不会像您这样啊真诚啊，他们不是藏着就是捏着啊，实属世间罕见。今天我想跟你聊一下我的人生经历里的玄幻事件。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边有一尊啊陶瓷做的如来佛像，您一定见过那个式样的如来佛吧？那是一座袒胸露乳的如来佛，腰间围着一群五颜六色的小仙童啊！你说这一句话，我就知道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佛教徒了。那个袒胸露乳的那个笑脸常开的那个不是如来佛，那个叫弥勒佛啊！那个如果是个大胖子，哎呀，慈眉善目的，中间围了一群小孩，什么各种吉祥物的那种啊，小动物，那不是如来啊。如来袒胸露乳。就是不是他啊？我幼年时期懵懵懂懂，有一天玩耍的时候不小心把佛像敲坏了啊！这个把正对着肚脐眼的那个小仙童的头敲落了，哎，小孩淘气，啪把那小孩头给敲下来了。自此我就3天2头头疼、头晕、肚子疼。我妈带我去了几次医院，什么也查不出来。有一天，我妈的闺蜜提醒她说：“会不会是你女儿生病，和她敲坏的那尊佛像有联系啊？”我妈一听觉得甚有道理啊，就拿502胶水把那个小铜头重新粘回了佛的那个肚脐的位置上了。就从那天开始，我的头晕肚子疼就不治而愈。后来我研究玄学才知道，家里最好不要放人偶雕像，会引灵入住。现在想想，这个玩意儿也太小气了吧！我家那时候天天拜他，上供了不少能量，就因为我这小孩无心打破一块雕像，就这么整我，也不知道那玩意儿是个啥。哎，这个你的认识非常对，这就是我们老王玄学频道老教友，你是新教友，老教友都知道，就是这个佛像有句话叫请神容易送神难，就是你要是说有一天啊，你心血来潮，说我要吃斋礼佛，我要积累功德，你要小心，为什么呢？你要遵循正规渠道，去正版的寺庙去买那个佛像去。他说老王那不叫请吗？那叫封建迷信。真正懂玄学的并不忌讳是买还是请，我就请你不给钱他给你吗？他就是买啊，但是你不要瞎买，你不要去那个古玩市场买，那个千万不要去古玩市场买。最差的选择就是去古玩市场买旧货去，因为你不知道买了回来个啥。那你有可能说那我不去古玩市场，我去那个什么花鸟鱼市市场买那个新的刚造出来的漂亮的佛像嘛，也不要去啊，也不要去。你一定要去寺庙里买开过光的、装过藏的啊。佛教专业用语叫装藏，就是你看所有的佛像啊，正规佛像，你把它倒过来，它那个底儿都有一个眼儿，全都有眼儿，那个眼儿就是装藏的啊。正规的和尚啊，把这个道家也一样的啊，正规的老道把相应的这个物品啊塞到这里边，包括经文塞到这里边，念佛、念经，加注精神力量，这个叫开光啊，这个也叫装藏。有的地方开光仪式还要拿光照一下呢，还要拿太阳高僧要照一下脸啊，开脸。这个佛像是可以供的啊，它是个正神入住啊，有 license 的入住了。如果你是自己弄出来的啊，花鸟鱼虫市场买的，或者这个旧货市场淘换的，就是我估计你这个描述，我估计是你妈从哪个商店买的啊，这个就有问题啊。这个里边那个芯儿啊都没有装藏，里边既没有佛经啊，也没有什么舍利啊，也没有什么
佛家的这种高僧放进去的东西的话，我跟你讲，那个里边100%会进去东西。尤其你天天在那吃斋念佛，还在那供奉，一定会进去东西。进去的东西就叫灵体啊，这个灵体既可能是孤魂野鬼，也有可能是动物灵啊，狐狸、老鼠啊，狐黄、白柳灰，都有可能啊，就是狐狸、黄鼠狼，刺猬，这个大蛇啊和这个老鼠啊，这些东西比较容易成精，当然也有兔子啊，也有鸟，就是任何东西都可能成精，甚至大树也有可能成精，植物也有可能成精啊，怪石头它也可能成精，天际灵气熏染到那儿了，它就成精，成精它慢慢附到那里边。就像你说的，它不一定每个啊，你不要以为说，哎呀，这种古灵精怪这些东西是不是就道德高尚啊？就是我操，仙风道骨，不是啊？他们的尤其是动物精灵和这个孤魂野鬼，他们都是很怨念的。很怨念，小鸡巴贼心眼子，你身边有小心眼子，你知道吧？有那特小心眼子，跟他说两句，他妈都烦人。榆木疙瘩脑袋认死理儿。我跟你说，那种东西就鬼还不如他啊，所以这种事儿呢，他就报复你了啊，那也没办法。不过还好他的法力很低，所以他报复你也就是恶心你。90年代中后期，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我爸做起了生意，在上海文庙卖书啊。那时候新华书店还没做垄断，我爸作为熟悉啊热门书籍的上海的独家经销商啊，做得非常不错。他高峰时期进的一本如何进一本热门书啊，到货当天全上海的书商报亭都跑我们家来进货啊，排大队。所以当时算是我爸是暴富了啊，因为常年在全国谈生意跑业务，我爸在外地也有一些人脉啊，有机会接触到底层人民不容易接触到的奇人。有一次我们过年去北京旅游，他的一个朋友给他引荐了一位自称是孙思邈的某某代传人的牛逼人，据称不用开口，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每个人身上的病，当然一听就是江湖骗子，我家开始是不信的。要不是亲眼所见啊，我可能到现在都对这种所谓的1等1的神医存在怀疑的态度。可惜当年我人傻啊，没见识，没过去抱人家的大腿啊。这个要是当年他收我为徒了，我这辈子就牛逼了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果然啊，他们家人一见面未开口啊，这个北京神医就准确的说出了他们家一家3口身上的所有的病症啊，非常神奇。我现在西班牙，我在这里认识一个西班牙的朋友，女的，今年50岁，认识很久。某一天无意中，我跟她谈了一些玄学的话题，她就突然跟我敞开心扉，告诉她曾经死过一次。当时她突发心脏病啊，被送到医院抢救，她的魂突然飘到了半空中，看到了自己和抢救自己的医生们啊。括弧她这点说的和很多人的濒死经历是相符的。紧接着她说她看到了土星，飞进去了，并登陆到了土星上。她非常兴奋，因为她从小的愿望就觉得土星特别美。Saturn 啊，土星特别美，带光环那个，此生的愿望就是去土星啊，没想到临终时愿望竟然实现了。括弧 by the way， 我有土星恐惧症，我觉得土星好可怕，不知什么原因啊。土星是一个巨大的行星，带有 N 层光环啊。那过去古代人只能看到2层，叫 ring A、ring B 啊，就是 A 环 B 环，中间还有个缝。但实际上呢，现在卡西尼飞过去一看啊，它有好多层环啊。它那个环啊，土星那环有多大？就6个地球直径连在一起，它那环那么宽啊。然后呢，它那环这么宽，6个地球那么宽啊。只有10米厚啊，由亮晶晶的水冰组成的，大概都跟电冰箱、电视机那么大的冰块，10米厚啊，6个地球那么宽，它是个天文奇观啊，上帝造物的奇观，其壮观程度远远超过地球上任何名山大川，你能想象一下？所以土星又是个岩石质的星球，所以确实是能登陆上去的。如果他说他登陆到木星上，你就一脚把他踹死就得了，因为木星是个气态行星，它没有一个路可登。土星、火星、地球、金星、水星。它是岩石质行星，所以确实是能站到上面的，啊，那就是他的灵魂就上去了啊。那么，我们接着看他西班牙朋友说自己死了以后到到土星上的感受啊。他说土星上全是大石头，灰蒙蒙、坑坑洼洼的，没啥好看的。之后他就瞬间被传送到了一个空间啊，听到一个人（括弧确切的说是感受听到了一个人），他感受到他感觉这个人是一个更高维度的生命，说。现在还不是你该来的时候，你回去吧啊！这跟我们中国人的这些临死体验完全一样的啊！就是你怎么来了，你回去吧。他说我不想回去了啊！这老太太想死了啊！那人告诉他，你要么回自己的身体里，要么我重新再给你找一个人的身体啊附上。那他一想啊，我自己回自己身体里吧。然后他就像坐直升电梯一样，一层一层的往上升啊！他看到每一层的空间都有人住，他还在某一层空间里看到了他的去世多年的爷爷和奶奶，看起来呢过得不太好。然后他一直被往上送，一直到了最顶端的时候，肉身忽然就醒了。那个时候
医生已经给他判了死刑，实际上医院都已经放弃抢救了，他一个死人躺在台子上，忽然大家看到他活了，震惊不已。之后几个月，医院又让他去做详细的心脏检查啊，检查的结果是他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心脏病啊，所以所有的医生都是认为非常神奇。这个人是个西班牙人，从小的宗教环境呢，西班牙是天主教。这个女士被洗礼过啊，受洗，但不是真正的信徒。我国内的一个闺蜜经人介绍，经常去上海郊区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庙见一位师傅，应该是这个师傅是有真本事的人啊，他能看到灵体的，算命很准，并且只看健康问题，别的一概不理啊。师傅是看香的啊，那是我讲过啊，就是顶香的，聪明香和糊涂香啊，或者明白香和糊涂香，老教友都知道，这就是看香的啊。去拜访他的都是上海的有钱人，上门就塞大红包。大额的都是，师傅说他收的红包都捐给寺庙，他自己不需要钱啊，平时住在寺庙里修行。我闺蜜有乳腺肿瘤方面的问题，就是得了乳腺癌，医院要把他这一侧的乳房切掉啊，那他就赶紧去见这个师傅，给了大红包啊，问要不要切，师傅运法说我帮你把肿瘤抓出来，给他抓出来了。第二天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太奇怪了，他乳房里边本来有一个瘤子的，结果变成了一块空心的面积，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就好像是被人剜走了一块，医生从没见过这种情况。自此我闺蜜就深信不疑这个师傅。有一次师傅告诉她留后代很重要，以后有人要烧纸钱祭拜你，说他看到阴间最惨的就是无神论者和基督徒啊。上海啊（括弧这是在上海这个空间），上海的基督徒基本上都是中华田园基督徒啊，大部分。所以呢，师傅在阴间修行到了一定程度，他能够进入阴间看事儿的时候，他看到最惨的无人祭拜的就是穷困潦倒的就是无神论和基督徒。这个在我们老王频道里边啊，所有的老王的观众、玄学观众都有这个基本知识。今天的中国的阴间啊，通货膨胀很严重，而且在搞大基建，是吧？我的老观众朋友都知道，这是真的，不是我胡言乱语。你们觉得我是个傻逼吗？我的傻逼我能这么成功吗？肯定比你们聪明点吧，对不对？而且你们觉得我精神不正常吗？我精神很正常。我为什么说这东西？请你们稳一稳啊，不要着急骂出来傻逼。不要着急骂出来我是神棍，我骗你啥了神棍？我连红包都没要你们的，对不对？我都不给你们他妈看香啊，抓你的我也不会呀。但是我在这方面我也有一些修为，所以我给大家传授这些知识，你们不可不信啊。就是今天的中国阴间正在做大基建，所以这几年做基础建设行业的，比如说挖掘工啊，什么打桩工啊，砌墙工啊，水泥工特别容易去世。建筑行业的基建行业特别容易去世，年纪轻轻就没了，都被弄到底下去啊，继续干原行业，就是等于是技术移民都下去了。而且他们因为是技术移民嘛，所以他们过得还都不错，然后经常会托梦，今儿给我烧个钩机来啊，明天给我烧个他妈泥头车来，你赶紧给他烧啊。那而且是通货膨胀非常厉害，烧纸钱烧冥币已经没有用了，要烧就烧那个金元宝银元宝啊，那个玩意儿管用，黄金地上地下都是管用的。所以呢，这个上海这个大师呢说的是很有用的信息，就是最惨的就是无神论和基督徒，前者变成孤魂野鬼饿死冻死，后者倒不会变成孤魂野鬼，但是没人烧纸钱，过的是穷困潦倒啊。王十一，上海是佛教圣地，魔都结界是不开玩笑的啊。太鸡巴能编了，实体癌症能抓出来信，这个最后就是人财两空啊！你不信，你不信我可以理解啊，你不信我可以理解啊。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没有感觉到，是因为你真的是没有看到，你亲眼看到了，你就信了啊。当然有可能是骗子，骗子很多，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有大量的骗子混在其中，但是是有真的，我亲眼见过啊，我不是见过抓肿瘤的，我亲眼见过王林在我面前施展这些神通。这不是变魔术，哎呀，马云也说亲眼见过啊，李连杰这些陈峰这些人都亲眼见过，怎么都比你傻是吧？肖建华，就是我告诉你有就是有，只不过呢，他这种异能不一定就能改自己的命，明白吧？不要说他会变个蛇，或者他会抓个肿瘤出来，那他为什么不把自己变成他妈的宇宙之神？那他做不到啊，他就相当于刘德华，明白？他就相当于周润发。他就相当于张学友，他唱歌唱得特别好，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操，舞台巨星。但是张学友和周润发能改变自己命运变成真正的什么？不能，为什么？因为他是有局限的，他跟他们是一样，就在某一个领域，他就是这方面的极其牛逼的人才啊，就是天才，玄学天才。好了，我们接着说，玄学上面也有天才的，不是我啊，你不要以为是我，这种天才的数量特别少啊，偌大中国，我认为啊，就像那种演艺圈的那些天才一样，就出那么几个啊。好嘞，
真正的巨星就那么几个啊。我们接着说无神论啊会孤魂野鬼啊，然后冻死饿死，基督徒会穷困潦倒。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古今中外没人说得清没人说得清人死后到底去什么地方了，或者都是逻辑不通、各自矛盾的？我相信每个人会根据生前信仰，死后进入不同维度的宗教的场域，但为何中国人死了就还是跟中国人混？从没听说过阴间人种混杂。那润出国的华侨呢？相信道教、佛教的外国人呢？中国的基督徒和外国的基督徒难道还是分开的？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把那个问号去掉，就是事实。中国的基督徒和外国基督徒真的是分开管理的。那么你说在外国的中国的基督徒呢？他都是因为在灵界死了以后啊，他有点像人界之间的国家管理啊，根据人的信仰，根据人的种族啊，所谓的这种吸引力法则，还会在灵魂的这个层面上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就是所谓的阴间。所以我为什么今天这个扣题就来了？为什么中华基督徒进不了西方的那个天堂，他就去城隍的地狱呢？因为他基督徒嘛，人又没有人给他们烧纸，所以他们就变成地狱里边最穷的那一波人了，反倒受到了惩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边不信基督，明白吗？听懂了吗？中华田园基督徒和真正的基督徒啊，老外真正的基督徒在中国被方志敏砍了脑袋的那一家都去了天堂啊，他们都能去直升入天堂。为什么？强大的信念啊，他是真的基督徒，就是在万里之外的火星我不敢保证，就是万里之外的任何一个小岛屿，耶稣基督也会在他走的时候把他收走啊，就是他的那个组织会把他收走，他的灵魂力度非常强大。但是为什么中华田园基督徒他进不了？他就是在温哥华，在洛杉矶，他死了，他就是在基督教堂里天天念圣经、唱圣歌的，他死了也还是不行了。我告诉你，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你们就知道了，他根本心里面不信，信都是为了拿个政治庇护啊，什么混一个加拿大的主流圈子呀，学个免费英语啊，假装进去了，心里是不信的，心里边底层代码还是中国人那套。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就我这儿就有一个，因为我们就在温哥华，就有好多华人教会，然后呢，就有一个华人教会的哥们儿啊，是真事儿啊，就是他去那个加拿大温哥华还有很多佛教啊，有很多佛庙，中国人都信佛嘛，所以呢他又有钱嘛，所以他就给他去世的父母啊，在那个佛寺里边啊，买了一个灵位。大家懂吧？就是佛寺，你给他点钱，他就给你一个在那个释迦牟尼大经殿里边，他给你个灵位，写着你的名字和去世的人的这个牌位供奉在那儿。花费还不菲，精神信仰嘛。然后呢，他又板一了基督，这他跳帮了啊！土星没土是气态巨行星啊！真的吗？赵大锤，真的吗？打我脸了吗？我操！我以为 Saturn 是他妈研制的，哎呦 ，sorry，Saturn 要是气态巨行星的话，那就是我刚才胡说八道了啊！那我记错了。那可能是灵魂是在自己的这个阴间去的啊，不是真正的土星啊。好嘞，我们接着说，为什么念板不应该念龟嘛？新教友吧，你新来的吧啊？这个板一啊，这个法旨啊，这都是我教的这个特殊用语啊，黑话。这个谢谢赵大锤啊，更正啊，我们马上更正啊，我不知道土星是气态还是岩石态的，我给忘了啊。纯气态哦，气态，那这么多人说气态，那看来是气态啊。好吧，那他可能是去了个土星的卫星，有可能啊。好嘞，咱们接着讲啊。海葬的在阴间的什么情况啊？海葬在阴间就是比较惨了，真的比较惨啊！真的能不海葬尽量不海葬啊，因为水它对电磁波的控制力是很强的啊，困在那儿。那我接着给大家讲那个中华田园基督徒板一基督以后啊，他进了这个教会，华人教会以后啊。他就想把他父母的那个牌位给弄回来啊，就请回来，然后就放在基督徒的这个环境里边啊。总之就把他弄出来，把他妈的那个牌位弄出来。他不敢去，他怕佛祖生气，把他雷劈死他。然后他就请这个牧师去啊，这个牧师自己也不敢去，牧师又叫了隔壁教区的2个牧师，3个牧师一起去，拿着圣经，念着圣经，去那个佛寺办理手续走，这一路是念着圣经护体的。我跟你讲，他给我讲完这段的时候，我就知道那3个牧师也他妈是中华田园基督牧师，就是什么的，根本心里都是信的，都是信佛的。临死之前，我操，都是要喊一句阿弥陀佛的，临死之前跪下都喊阿弥陀佛，在第2句才是上帝保佑。我操，这就是中华田园基督徒，他那个底层源代码是佛教的。因为他从小听的都是那个刚生出来就听的都是什么呀观音菩萨呀，什么如来佛祖啊，他都听的是这个西游记啊，他这么长大的，所以他到了西方当了牧师，他都没有褪去这个源代码，
所以我跟你们讲，这是个温华的真实的故事，非常真实。当然，你们用屁股想，你们也知道，那3个牧师没有一个是老外啊。为什么？这就是灵魂场域不同。就是我就这么给你举个例子，你看美国的恐怖片是不是不怕？就是那个异形之类的，你没有那么怕。但是你看香港的鬼片，你是不是真怕？林正英啊什么演那鬼片，你晚上你敢自个儿看吗？但是异形，你很多中国人就敢自己看。西方人也一样，西方人看异形他不敢看，他看香港鬼片他觉得不怕呀，这有什么？这就叫灵魂的场域啊，这是底层代码。所以你如果要是这样的中华田园基督，欢迎大家对号入座啊。如果你进啊，他们去列治文观音寺挪的啊，那列治文有个大寺叫观音寺。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牧师，你有幸进观音寺参观的时候，你去那儿转移一个信徒的这个牌位的时候，你害怕，你要念圣经，还得拉着几个帮手一块去。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你是中华田园啊，你死了以后，你最好还是找后代给你烧纸吧啊，你去不了那个基督徒的天堂的。好嘞，这个就是文化，没错。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文化已经感染了这个肉身了，就是我们的精神力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肉身啊，精神力。所以这个跟动物差距太大了，所以你就是这高度进化嘛啊，所以未来的进化一定是肉身越来越小，灵魂力越来越强啊，最后就变成佛了嘛。好了，或者神了嘛。好，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我跟大家探讨清楚了啊，我们共同探讨。如果觉得我哪说的不妥或者不对的，欢迎大家集思广益啊，在评论区补充啊或者辅正啊，这个应该是这样的啊。好，那么一个生前没有明确信仰但迷信的人又属于哪个场域啊？这个问题问的也非常好。还记得我讲那个老故事吧？我在河南新乡，我在洛阳的时候啊，河南新乡的一个老板啊，算是新乡首富吧，见我深聊之后，虽然是人生第一次见面，引为知己，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问过任何人。王总，我请教你一个问题，你信不信人有灵魂啊？我说我当然信。他说我在18岁那一年，一台车5个人啊去进货，河南新乡有盘山路，坐了一辆桑塔纳翻下山沟，4个人当场死亡，他是那第5个，进了 ICU 抢救了，是7天7夜还是3天3夜，就是一直昏迷，然后就救过来了。别人说他死了多长时间，但是他觉得就是一会儿的时间。他说我记得很清楚，走在既不是那个现代也不是古代的一条路上，山路上，天边的月亮清清楚楚，看这个大月亮，一轮明月，2个人带着我走，其中一个还留着小胡子，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进了一个小庙，看一个小庙，里边有个老太太，老太太一看我，一看他的手里的册子，再一看我说你们怎么把他带来了？不是他，带回去。他说我就醒了。然后别人就告诉我3天3夜了，你已经昏迷3天3夜。他说我就觉得大概就10分钟8分钟的，就走了一个山路而已。我没有跟任何人讨论过这个问题。王总，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请允许我问你一个问题，那2个人的衣冠你看清楚了吗？他说我看得很清楚，我一直跟着他们走路呢，就穿着咱们普通的西装。我说那就我告诉你，你是不是无神论？他说我是。你怎么知道？因为引领你的这2个人是活人，他叫阴差。这穿着西装的这俩货，极其有可能就是隔壁村、隔壁县、隔壁乡的2个农民或者农民工。他们是阴差，他们是2个阴差，一般都是2个人去引一个魂，经常弄错去的那个小庙，就是所谓的这个孟婆也好，就是土地公土地母也好，哎，这个就管你这块灵魂的啊，接引的。他一看对你生死簿没对上，哎，你不应该来，你的时间没到。西方也一样的，哎，你回去吧，就给他弄回去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那听到这个故事，你也就知道，如果是佛教徒接引你的，绝不是阴差啊，那是另一个系统接引你了啊。西方观世音弥勒菩萨啊，什么他们给你引到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如果基督徒也有基督徒啊，天使来接引你啊，真的基督徒啊，不能是假的啊，不能从心里边还他妈的还是觉得临死之前喊一声阿弥陀佛再喊上帝保佑，那不行啊。明白吧？所以这就是你那个你那个答案，就是没有信仰的无神论者，毕竟大部分人没有信仰。那他们在阴间死了之后，是什么人在接引他？他去哪儿？去的就是那个正在大基建的那个地方啊。在国内的话就是那儿。所以尼采、马基雅维利等又去哪里了？那我就不知道了，那取决于他们底层代码信什么的啊。真的有炼狱吗？那我一个中国人跟他们思想接近，死了之后能和他们去同一个场合吗？不能，语言都不通，思想也完全不一样啊。你们这个吸引力法则一样啊，你们身边的灵魂也没有缘分，你们去不了啊。台大校长李嗣岑说，人刚到了阴间会想吃饭用钱，那是惯性使然。他们不知道阴间不需要物质，因为平时的习惯以为自己依然需要钱和
进食，时间长了才会慢慢习惯自己并不需要这些。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闺蜜的师傅为何又能看到基督徒和无神论贫困潦倒，处在饿死边缘？我实在是想不明白这些。李嗣岑未必对呀，李嗣岑并没有超能力。李嗣岑可能自己去了以后就可以意识到自己不需要吃饭，但是普通的孤魂野鬼，可能也确实是。像李嗣岑说的啊，去了以后啊，贫困潦倒啊，但是没有好衣服穿啊，没有个像样的地方住啊，也凄凄惨惨的，好多托梦的都是因为这个事儿来要钱嘛。阴间也确实是需要钱，但是提醒大家，烧汽车什么的，烧保姆啊，烧什么小女秘书他收不到的，为什么呢？阴间是社会主义，都他妈都给收走了啊，你不定烧给谁了，所以就是烧金银比较好。那么据说台湾的灵媒们也是每个人形容的灵界都有出入，所以难道每个人变成灵体后又能看到不同的世界吗？这又很佛学，但佛学说的是我们的世界是被众生阿那耶识一起造出来的，所以是假的也是真的，按理阴间也是个逻辑，差不多呀，这并不矛盾，并不矛盾。你看那个再生人啊，张局长他描述的那个阴间的状态和他这个藏在山洞里活的那8年那个状态，我觉得他就是事实啊，他应该比台大的李嗣岑，因为他是亲历者回来说的，那比你做个大学教授在这猜啊要准确多了。对，阴间是社会主义，阴间是他妈的配给制的，哎呀，非常的中国的阴间啊，大家熟悉我的都知道，说老王你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我最终的目标 A 造自己的邪教啊，这如果有可能的话 ，B 我板一基督教。为什么说老王？为什么？我真的是，如果我决定信基督教的话，我真的像张学良这样去信基督教，真变成基督徒。张学良老年是真正的变成了基督徒。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没有能力制造一个自己的领域空间的话，大部分人没有，我相信我最终可能也会失败。那么基督教阴间要比中国的阴间要先进和文明、法治、自由的多。这跟阳间是一个道理啊。所以那边啊，行贿受贿啊，任人唯亲呐，也都一样的啊。所以，阴间社会主义大基建，对，所以那边啊，就是为什么说基督很伟大啊，就是耶稣很伟大，他把博爱的这个观念啊，平等的这个观念深入到基督教世界的人心里以后，才有后边的这些啊西方基督文明的大发展的基础，否则的话啊，那边也发展不起来啊。好了，那我们不说那些啊，老毛去哪里了？老毛啊，太强大了，那个灵魂啊，他有可能自己是个邪教教主。当然，如果不是的话，那我认为他可能没有什么太好的地方去啊。谢谢点赞和订阅哦。